欢迎来到 Nine Dragon 频道。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王一博情话竟藏育儿哲学，孩子羞涩反应萌翻众人。王一博用直白情话搅动网络，既引发情感教育低龄化争议，又为压抑的社会情感打开一扇窗。当全世界都没你好看，遇上孩子涨红的脸，我们追问：浪漫该不该有年龄结界？真诚与分寸的边界在哪？要问当下娱乐圈哪位小伙能凭一句情话把网络搅得天翻地覆，王一博算一个。一场看似温柔的小采访，直接把一池春水搅和得起了泡儿。什么全世界都没你好看，什么你在我愿意舍弃万物，葡萄美酒夜光杯，咱这情话一出口，比二锅头还冲。网上还没消停，连采访现场的小孩都已经腮帮子通红，不知是被腻歪到了，还是纯粹脸皮薄。王一博你可真行，平时看着一板一眼，原来腹黑藏情话，搁咱东北老街上，这叫冰棍外头冒热气，冷面儿里藏着火。可这些腻味劲到底只是粉丝福利，还是整得太甜腻，让人内心默默飘起一串问号？想知道这场小采访到底捅了什么马蜂窝？来，听我慢慢摆龙门阵。咱这年头，讲情话早不是啥稀罕事儿，各路偶像嘴上糖衣炮弹乱飞，谁还没被隔着屏幕喂到齁得慌？但王一博这一波真有点不走寻常路，直接你是我世界的中心，不给人留后路。孤独时最想叫你，疲惫时想躲你怀里，则哪个成年人还不能共情一把？明星会说深情也正常，但一旦当着孩子讲这套，现场的小崽子都开始端水杯，别过脸，连大人都生出点太直接了吧兄弟的怯场。有人拍桌猛夸王一博太会宠人，也有人刀枪出鞘，真有必要这么腻吗？舆论两拨人撸袖子按了辈分，仿佛一场南橘北枳的世纪大谈判，开场就依然焦灼。可别急甜言蜜语这回事，有没有副作用？藏没藏毛病？咱的慢慢唠唠，甭管吐槽还是点赞，王一博的情话为什么能掀起不小动静？一来，娱乐圈情感营销玩得溜，大众对情话滤镜早习以为常。但王一博说出来就是不太一样，好家伙，他这路数走的不是虚头巴脑的套路，而是货真价实，直接拿人的。让人绕地球转一圈才发现最美还是你，这画面美的跟奶茶里加冰激凌似的，入口即化。偏偏人家自己还不交情，表情跟说天气差不多淡定。正因如此，大伙儿才觉得他不像是念台词，更像是发自内心，甚至有点钢铁直男意外开窍的意思。民间一向是最会捕风捉影的领地，网友们的段子立马飞起来嗨。小王这波发糖，3顿饭都不怕齁着，这把不装文艺青年是来真格的了。但人家孩子可没工夫拍手叫好，见惯风浪的大人都能当笑话听，小崽子们却坐立不安，大眼瞪小眼，脸憋得发红。那画面别提多有意思。情感教育低龄化这词一下子窜进弹幕榜。原来大人的浪漫有时候真不是小朋友能随手接住的。先别光盯着浪漫，抬头看看天，这情话滚雪球滚到孩子头顶，难免叫人犯嘀咕，适不适合搁在全龄段面前。毕竟孩子们的害羞绝不是装可爱，而是一次感情认知暴露实验。心理学家出来背书了，孩子们面对陌生且强烈的情感表达，
本能的脸红心跳，尴尬值直线飙升，这可是成长路上正常一环。可你品，社交认知发育归发育，要是每天都是偶像式浪漫轰炸，那孩子会不会提前被爱情教育给绕糊涂？小编小时候光记得背99乘法表了，这会儿的小朋友却要研究爱情几何，这不是倒腾小孩的智商吗？再说了，情话讲得过于露骨，难免引出反方大队。浪漫归浪漫，当着孩子三言两语给爱情照 X 光，这是爱的教育还是闹心的教学？还有网友调皮，咱们当年看猪八戒背媳妇都知道回避，这孩子能不涨红脸吗？这种争议着实不新鲜，情感表达在社会中一直是个高危动作，大人都分辨不清真心假意，何况萌娃？一不小心成了把双刃剑，万一哪天小朋友又演绎一句我愿意把我的作业全交给你，家长可就要笑中带泪了。正当大伙子以为舆论会因情话吼人沉马路牙子冷静片刻的时候，没想到这一池春水下边还藏着第一条鱼情感教育的风向标已经悄悄变道了。王一博不声不响用一套赤诚直白的表达力，把爱情理想直接种在小朋友的心田。这其实是开风气之先，娱乐圈花里胡哨惯了，观众见多了假模假样的糖分，这波却像新疆的哈密瓜，大块切开，靠的是天然的甜。你别说，近些年青春剧里那点小暧昧打情骂俏，早就不新鲜，大家更怕表面清新，暗藏油腻。王一博把全世界都没你好看这样直冲脑门的告白，搁往前几年还有人嫌肉麻，可如今这种真诚反倒成了稀缺品。不装腔也不卖惨，把极致的爱意当作热乎饭菜端上桌，这才是打破尴尬，直面情感的勇敢。有网友一博情话击中了我800个回忆。其实这才是理应有的社会示范，表达感情不该藏着掖着，真心话比套路更动人。东北大妞有句口头禅，有啥说啥，猛头横干。或许王一博这波就是给憋了半天没好意思说我喜欢你的人脱了壳。抛开小孩的害羞不说，这样的面对面坦白，为压抑太久的情感世界打开了一扇窗。不是所有情话都非要藏头露尾，有时候一句你在我身边，世界都可抛，恰恰帮无数人治好了社交尴尬症。你说说，咱要是遇见真喜欢的人，是不是也该勇敢点儿？不过你可别以为这就风平浪静，皆大欢喜了。情话轰炸过后，社会上悄然窜起了一堆新仇旧怨，前面是偶像梗、真爱情，后面却跟着一大串现实疑问，咱普通人日常要不要这么高规格情感输出？会不会越听越焦虑？你家那口子要是照王一博这么表白，一天160遍，能不被邻居背后戳脊梁骨说这小子8成看偶像剧魔怔了？可别笑，情感在当代社会被拆解、被消费、被标签化早就是趋势。娱乐圈甜言蜜语的 KPI 越高，普通青年实操压力也像气球吹大光说山无棱天地合的誓言，忘了谁来买酱油，谁陪着遛狗。说句老实话，往幸福里加点土豆烧牛肉似的实在，比这些山盟海誓更能熬过岁月。更要命的，有些人在情感表达里走火入魔，出口成诗，行动却原地踏步。感情不是说出来，是得用行动堆出来。情话说到尽头，却回不来约会时的一杯热豆浆，那你说这仗打得有啥意思？
至于孩子，家长们的薪酬比情话还多一句。怎么给孩子做正面引导，防止他们提前早恋进阶，还是顺着童言无忌？感情问题大难题，答案说不定还得靠一场代际大讨论才能理出点头脑。小孩的红脸蛋背后是成长的惶惑，大人的焦虑，还有社会为情感定调时的迷茫。说了半天，王一博这波情话确实算是高水平输出，既不扭捏，也不敷衍，活脱脱把自己喜欢的人当作全世界里的唯一。换作一般明星，怕不是光喊口号，结果说出来跟自动售货机似的没温度。可你细琢磨吧，咱普通人面临的生活，未必都能上演偶像剧。情感表达太美好，容易让人飘，现实里柴米油盐更讲究落地。偶像的撒糖有偶像的职责，日常幸福还得自己亲手熬。那些为王一博士浪漫怦然心动的人，不妨问问自己，咱能不能也有啥说啥，别把喜欢藏在心里发霉，而觉得腻人的那波，别急着给浪漫贴负面标签。生活有时候就该鸡毛蒜皮里加点糖。孩子们红脸蛋之后，终归要学会直面感情，既不怕流露真情，也不迷失在虚幻梦境里。爱情也好，成长也罢，真诚总是最大的底牌。咱们今天叨叨王一博的情话，是不是忽略了一个更扎心的话题？到底是偶像撒糖太甜让人上头，还是现在社会连个说真心话的空间都快没有了？你觉得情感表达真的像王一博这样勇敢直白，还是生活里羞涩内敛更有分寸感？你家要是天天王一博士输出，受得了吗？来，底下评论区畅所欲言，腻了也好，向往也罢，你的感情词典该不该也加点这波新配方？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